的学习，把自己塑造成一尊佛菩萨。告诉大家，供养佛菩萨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真诚心、恭敬心给引发出来。你怎样敬佛菩萨，就怎样敬你周围的一切人。佛教所有的供品供具都起着这个作用，都是引发人们恭敬心的。您比如烧香，香代表戒律道德，您闻到香味儿，您就想到佛菩萨教导我们要戒掉自私心，培育道德。烧3支香，它代表的意思是愿修一切善，愿断一切恶，愿度一切众生。供水，水代表心要像水一样的清净平等。供灯呢，那灯它是代表智慧光明啊，让您点燃自觉的心灯，开启内在的智慧光明。还有在过去都是供的蜡烛啊，它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让你舍己为人呐。那拜是忏悔，是感恩；跪是反省。这叫戒香定水智慧灯，以戒定慧来消灭我们的贪心、嗔恨心、愚痴心，培育道德，为社会注入清流，为广大人群服务献身，这才是真正供养。佛法教学深究竟，意外其内理圆融，有些愚人并不懂，舍本逐末乱折腾。一看人家把水供着，忙买好茶表真诚，不知清水表清净，茶水有色染心灵。一切供品简贵重，蜡烛颜色只选红，以为红色才恭敬，这菩萨高兴无惑生。错得离谱不觉醒，以为这是真修行。心灯不点有何用，只向外求白费功。佛教是以外在的形式来开启人们内在的智慧，可有些人不懂此意，不往内省，总往外求。一听说朝山有功德，他就省吃俭用攒钱去朝拜佛教4大名山。其实朝是方向，是把自我的心、自我的身、自我的行为朝着一个目标方向前进。山表示德高，德高如山嘛，心要培养这份德，就要像山一样。所以朝山不是向哪座山拜，而是参悟自己崇高的心德，参悟自己自性的高山。如能时时刻刻抱着朝山者的心态，把它用到现实生活中，那就是真修行。要见观世音菩萨，也不必千辛万苦地去朝拜普陀山，但能存菩萨慈悲的心怀，学菩萨慈悲的行为，不必走出门外，便可时时常进普陀山。要面见菩萨的金容，也能刻刻亲诚观自在，因为观世音菩萨无刹不现身，何必舍近求远呢？佛法让人看破放下，有的人就辞去工作，放下家务，一天到晚啥也不做，简直错的都离谱了。那看破是让你看清楚、看明白，让你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看破是智慧呀，放下是让你放下心中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你的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让你心地清净，丝毫不染着。不是放弃呀，那放下是不执着，放弃是不负责任。在佛经里有个故事，说在佛陀时代有一个修行人拿着东西去见佛，
佛让他放下，他把左手的东西放下了；佛又让他放下，他把右手的东西放下了。佛还让他放下，他就疑惑了，说我不是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了吗？佛说，我不是让你放下手中的东西，而是让你放下心中的执着。所以看破放下不是消极厌世混吃等死，而是让你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人生的意义在觉悟，人生的价值在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我常常想，国家电视台要是能开设一个宗教频道就好了，在每一个教派里选出优秀的传教士来讲解本教的经典和教义，让国家政府部门审核之后在宗教频道上天天播放，免得社会大众瞎信胡信。其实每一个宗教它的教义都是好的，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只不过是每个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出生的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习惯不同，所以他们教化大众的方式方法和所用的名词也不同，但是教理是相通的，都是提倡仁慈博爱。不管哪个教，如果他是正信的教徒，他一定能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能为社会人群全心全意的去服务。可是门儿教就很麻烦，他不懂教理，容易瞎信，信偏了，这样不但害了他自己，也容易污染环境，扰乱治安。大家必须知道，作为佛教的正信者，必须要懂得真正的看破是提起，是默默的耕耘，积极的为大众服务。因为佛教是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情，必须要敬业，要利群，要为人群为社会多做贡献，否则你不是学佛，是谤佛，一天到晚啥也不做，抱着膀缩着脖，傻呵呵的可哪儿找佛？这种人他8辈子都找不着佛。那么找佛究竟哪里找？咱下回再探讨。打起鼓板，演唱唱抒情之外，又在增数，不为演唱增加篇目。佛教常识应说清楚，痛恨邪事行事偏疏，不愿众生误入歧途。虽然没把经藏深入，基本教理还能说出，不然圣教衰，众生苦，才把佛法简述清楚。虽然此书说的是慧能的生平，没有涉及到太多的佛法内容，但我发现有一些自称是学佛的人，对佛教的教义并不掌握，盲修胡做，我才忍不住说了这许多。有很多人手拿皈依证，
也不懂得皈依是什么意思，竟搞些歪门邪道。其实三皈依是佛法修行的标准，皈依是正式发心拜老师做佛的弟子，皈是回头，依是依靠，是让你返眼成净，从迷惑颠倒中回头，依你自性本具的智慧为老师。虽然是皈依自性当中觉正净三宝，但还要有外边的三宝来提醒，这样就要有个皈依形式上的三宝，就必须要在寺院里举行一个三皈依的形式，让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借佛像、经书、出家人这种外在的住持三宝，来引发你内在的觉正净三宝，让你时时刻刻觉而不迷，正而不邪，清净无染。有人不懂得这皈依的真正含义，一年皈依好几次，一听说哪个寺院的师傅有名气，他急忙跑去就皈依，以为这样就能得到师傅的加持保佑，消业消灾，真是大错特错。师傅吃饭师傅饱，你不会饱啊！你要想消灾免难，就要懂得断恶向善，要从心里把恶的念头除掉。没有人提拔你上天堂，也没有人能把你推入地狱，主宰你自己命运的还是你自己。再说你皈依之后，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你的师傅，替你皈依的这个人只不过是跟你有缘，给你做个证明，证明你是佛法僧三宝的徒弟。从此以后，你要学佛的觉，学法的正，学僧的清净。有的人皈依多少年不懂得咋回事儿，可有的人呢更可恶，他觉得这佛法挺神秘，也跑到寺院去皈依。他本来就是烧香跳神骗人的，拿到了皈依证，摇身一变，愣说自己是佛弟子，信佛的，家里供着许多佛像和大仙堂，整天烧香，弄得乌烟瘴气，迷惑人，一点佛法都不懂，愣说他们家的佛最大，说如来佛祖在他家天天跟他对话。你说这种人为了骗钱，瞪眼睛扒瞎，还说如来佛最大，他根本不懂得佛不分大小，凡是圆满解脱的都叫做如来或佛，如来是佛的通称啊。有些大仙儿，那人家一上他们家去看病，他就说你们家老辈子供过佛，留下香根了，你必须得继续供，要不然你不顺的。这些人上了他的当，听他的安排，请了好几尊佛像拿到他们家里，他给这佛像开光，开完光的要不少钱，一尊佛像开光那都明码实价，很贵呀。我告诉大家，这是胡说八道，供佛不留香根，老辈子供不供佛跟晚辈子没关系。再说那开光是象征着开启智慧光明，从表面的形式上，它就像某些工程的剪彩一样，那必须是寺院出家的僧人来做，那还不是所有僧人都能做，得是寺院里规定指派的僧人才能做这件事。你想想，他那装神弄鬼的大仙儿哪配给佛像开光啊？实际上这不是佛法，这是迷信。我就纳闷儿，这么卑劣的骗术，他怎么有人上当啊？疯子遇到了傻子。真正的佛弟子是不搞这套的，凡是领仙儿的、跳神的、算卦的、相面的、看风水的，都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因为佛不允许他的弟子从事这个行业。我常常纳闷儿，你说干啥就说干啥的，以真面目示人得了，干嘛要打着佛教的招牌骗人呢？我仔细一想，这些人都是不懂佛法，也不懂因果，他这是在造孽呀，这叫破坏佛教的形象，罪过很大。那忤逆十恶的大罪，除佛身血，你这破坏佛教的形象，那就跟除佛身血一样。我真的希望这种人，你别再打着佛教招牌骗人了。不明白的人可能被你给骗了，明白的人笑话你，有正义感的人恨你呀，你赶紧悬崖勒马，别再骗了。有的人可能想了，你说佛教不允许人算卦，那为什么有的出家僧人在寺院门前给人俗人算卦呢？告诉大家，那是假的。
一种是俗人冒充的和尚，一种是不守戒律被寺院开除的和尚，还不脱那身僧衣，还有一种是不好好修行不咋地的和尚。他们利用僧人这块招牌，勾结社会上奸诈小人，利用挂托蒙骗那些不懂佛法的游客。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有一个出家师傅在寺院的门前给人家算卦，我打那一过，算卦那人还喊呐：“大妹子，你站下吧，这师傅算卦可准了，碰着就是有缘，你也来算一卦吧。师傅是五台山来的，什么难题都能解决。”为了蒙我，他往远道说五台山八台山也没用。我懂得佛法，我知道那是骗人的。我当时说了，我说是吗？什么难题都能解决，那我想回到18岁的年龄，我让自己永远年轻，你问他能解决不？这个俗人一看，哎呦，大妹子，你这不难为人家吗？那谁能解决？我说不能解决啊，一边去。他自己都天天造孽，天天往地狱冲刺，还给别人算呢。我对这种穿僧衣不务僧业的人特别鄙视，不过有的时候我对他们还真的很服气。为啥呢？他脸皮厚胆儿大，为了骗钱他什么都不怕。就像有的人讲的幽默故事是，说有个老头没事不在屋里待着，老爱去大街闲逛，逛来逛去，观看人情变化之后，老头啊感慨万千。这老头呢很诙谐，画了一张大脸谱就挂在市场的大门上，旁边挂了一串铜钱，冲着人流高喊：“哎，猜谜语，猜谜语啊！谁要猜对了，这串铜钱就归谁。”大家一看，急忙过来，瞅了半天，谁也不知道这谜底是什么。不大一会儿，来了一位政府官吏，走到这串铜钱的面前，二话没说，摘下这串铜钱，转身走了。老头一看，拍手大笑：“哈哈，你们看呐，他猜对了。”大家一看，急忙问老人家：“那这谜底是什么呢？”“嗨，要钱不要脸呐！”这种打着佛教招牌骗钱的人，就是要钱不要脸。还有些人呐，那骗术略微高明一些，他盗用佛法的一些名词术语，胡编乱造，弄些个歪理邪说，谎称自己已经成佛，把人骗得神经兮兮不正常。可是有些学佛人明知道他这是破坏佛教形象，也不揭发，心的话，他造孽他下地狱啊，跟我没关系，我可不能说呀，我不能有分别心，我得善护口业，不能得罪他，要跟他结恶缘那可了不得。所以他就左眼一闭表示满意，右眼一闭故意逃避，俩眼一闭是爱咋咋地，反正我是不能说，我不能有分别。你要知道，学佛不失原则，不分别那是离体无别，但事项上要有分别，要不然不就麻烦了吗？你男的上女厕所，女的上男厕所，那不乱套了吗？你是佛弟子，就应该替佛讲真话，佛咋说你咋说，不要怕，要到处说，大声说，要让众生有智慧，生活得更幸福。因为佛法是明白的法，不是愚人的法。明白教理的人学佛，他会努力认识自己，常常修正自己，时时利益他人。这种人越学越快乐，越学越朝气蓬勃，学到法喜充满的时候，那脸上都不出褶啊。不明白教理迷信的人，听信邪师的胡说八道，瞪着两只业障眼，天天往外看往外找，总觉得师父能在无形中给他加持灌顶，让他身体透明，心性提高，佛菩萨也能时时把他保。这种人是越学越烦恼，越学越糟糕，学来学去愁眉苦脸，特别见老，脸上的皱纹多老深，那蚊子撞上准没好，一堆能夹死好几条。因为他不懂得自心是佛，不知道内在世界的美好，天天往外找，找来找去什么也找不到，很苦恼，就觉得这世界太苦了，不能住了，那花钱得去挣，穿衣服得去买，一样不做就得不到，一日三餐的伙食也不怎么好，赶快自杀，往天堂佛国跑，那里才真快乐真逍遥，要啥有啥，一寻思就到，根本不用自己
去辛苦操劳。于是他就抛老撇小，放弃责任，自毁生命，以为这样就是前程，就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快乐逍遥。这种人真是愚痴可笑。此当愚痴大傻瓜，不往内行往外抓，心外世界全是假，空中楼阁水中花，只怪诸君眼神儿差，中了邪事迷魂杀，抛老弃幼人脱马，阎君亲自把你抓，自私劳烦阎君家，小鬼儿定把你批罢。架子多大，惹得阎王爷亲自来抓。他根本不知道天堂地狱原是世道人心的反应，心不在心，善恶成境。天堂是代表快乐长寿的人生层面，地狱是代表最痛苦的精神感受与境界呀。天堂佛国都在心内，不在心外，你越往外找，你也去不了，必须在自己的心上去耕耘，去除草，改造了你的心，你的世界就发生了变化，净化提升自己的人格，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乐，那你就生活在天堂里了。心不清净，哪有天堂佛国可去呀？经上说，诸佛两足尊，一足是福，一足是慧呀。福要来自于爱国敬业，为社会造福；慧要来自于心灵的窗扉，善良纯洁的心性。又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三足鼎立呀。你福慧两条腿都没有，你能往哪儿走啊？哪儿都去不成，只能等着阎王爷来请。大家想想，天堂地狱佛国都是自己心识变现出来的境界，这么自私丑陋的心态，他根本就变现不出快乐的天堂境界来，也只配造地狱。假设说自心外真有天堂佛国的话，你不懂得爱国敬业，不为社会大众服务，你不知道修福，你也去不成啊。福德是通往天堂佛国的护照，你缺它去不了啊。佛教的戒律有规定，人不能自杀，自杀或重罪，所以我说他架子大，惹得阎王爷亲自来抓。这种人被邪师诓骗，误入歧途，断送了大好的人生，真是令人痛惜呀。人常说，俗人以酒色来杀生，社会上的俗人过分沉迷于酒色，糟蹋了身体。商人以货财杀子孙，经商的人如果不讲究游戏规则，偷税漏税，以假冒伪劣产品去欺人，钱是挣了，可是钱来的太容易，子孙就可劲儿花，给他败家呀。不是说富不过3代吗？现在有些人富不过1代。钱多胆儿大，容易触犯王法，所以说钱多容易把子孙给害了。
文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写文章的人最可怕。如果他能用健康的作品、世间正法来感悟时人，他功德很大。如果是心术不正，写些黄色淫秽不健康的东西，为了赚钱，那就会使后世受污染，这罪过是很大的。恶知识以邪见断众生法身慧命。什么是恶知识？以恶法传授人，以邪知邪见引导人的人，就叫恶知识。像那些传播邪法邪教的人，都叫恶知识。恶知识杀人的手段最毒辣，他们让众生不得安宁，断众生的法身慧命。所以说，为师者责任重大，绝对不能误导学生。大家都知道庸医杀人有罪，可是庸师误导那罪更大。不信呢，我给您讲个笑话。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它寓意深刻。说从前有一个不懂医术的庸医，给人家看病常常下错药，把人给治死。后来他死到阴曹地府，阎王爷说他以医术杀人，判了他重罪，把他打入18层地狱。他心里不服啊，觉得自己杀人不是故意的，他就在18层地狱里是跳脚高喊，让阎王爷把他给放出去。谁知他这一跳脚，底下说话了：老兄啊，你轻点跳啊，你这一跳弄得我灰尘满头，呛得我难受啊。这庸医一听，心的话，哎呦，这谁罪孽这么大呀？我在18层都不服气，他在19层都不叫屈，下的比我还深呢。我得问问他是干啥的。喂，老弟呀，你是干啥的？咋下那么深呢？你屈不屈啊？底下说上了：老兄啊，我是教书的，阎王爷说我不等，净瞎教，误人子弟，我一点都不屈啊。您听听，这庸师误导比这庸医杀人罪还大。所以说，不懂佛法，千万别瞎教人佛法，那样是既害人又害己。可是现在打着佛教招牌骗人的邪教非常多，他们以邪知邪见迷惑人的方法也很多。详细情形咱下回再说。话说邪教对社会人群的危害不可低估，希望大家能具备一双慧眼，了解一些佛法的常识，免得上当受骗。近年来有许多家庭遭到邪教的侵害，失去亲人和家庭幸福，有许多人因为痴迷邪教而断送了生命。追求信仰原是为了走向幸福，走向光明，可万一不小心选择了邪教，那可就是走向毁灭。为什么邪教要打着佛教的旗号来诓骗众生呢？因为佛法的招牌亮啊，几千年来始终在我国根植传续着，令人向往。这就好比社会上的制假贩假者总是仿冒信誉好、知名度高的品牌一样。另外，佛教非常具有文化品味，它的理论博大精深，如果不深入经藏，熟读经典，很难理解其中义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因为社会大众不了解佛教的根本宗旨，又对佛法很恭敬，这种无知和恭敬最容易被利用，所以有些骗子才能大显神通。我的大姐就是一位上当受害者，她信了一种民间那种自称佛教的邪教外道，说什么末法时期道落俗家，寺院里没有道，我这儿才有真道，有秘密口诀，谁得到了谁就成佛，但是必须心诚，心不诚不能传授。还说什么讲道不离春，春是方寸，难以启齿，有脏话不好意思讲。这全是邪教的邪说，都是外道。道是什么？道是宇宙间大自然的规律啊。人的行为能够合乎大自然的规律，那就是行道。它没有方所，
道在每个人的心里呀。什么讲道不离春呢？那个方寸呢是心，心是无形无相的，因为你读不懂它，不认识它，也就说不出来它。那说不明白就蒙人，它没有什么脏话难以启齿的话呀。再说了，佛法正大光明，一人演讲，百千万亿人听闻，没有什么秘密不传的口诀啊。结果我大姐他们这些人就傻呆呆的等着传法的人传给他们的秘密口诀。后来呀，我大姐得了病，小脑长瘤需要手术，他那传法的大师告诉他说，这是佛菩萨对你的考验，你如果不手术不去治疗的话，你坚持100天，100天之后说明你心诚，就能传给你秘密口诀，让你成佛。如果你去治疗，说明你心不诚，你下不来手术台就得死，而且你还成不了佛。结果我大姐就听信了他们的鬼话，我们谁劝她去治疗，她都不去治，就在那等着，等那秘密口诀呢。不但没等来，而且受尽了病苦的折磨，死得非常苦啊。你想啊，本来就没有那口诀，哪儿得去啊？我大姐死后，她那个传法的大师傅头疼暴死，二师傅也逃之夭夭。你不是有法有道，能让人成佛吗？你干嘛逃啊？纯粹是杀人不用刀的刽子手。这种人非常可恨，也不在呀，他不明白佛法。民间这种信佛的人特别多，信的不是佛法，他以为自己信的是佛法。告诉大家，有病不准治的不是佛教，这是邪教啊。佛教让人精进，是让人没有妄想杂念，不是让人拿着色身去赌命啊。佛学警示语人生20罪，其中一罪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你怎么修行？你怎么去服务众生、利益社会呀？所以说，有病不准治的，这是邪教。还有一种是制造末世论来恐吓人的，说什么劫难要来了，你赶紧信吧，你要不信，那就在劫难逃了。这不是佛教的真理，这是邪教的邪说。佛教时时希求世界安定和平，希望每一个人都生活的快乐，没有恐怖，没有烦恼，身心清净。他绝不会制造这种末世论来恐吓人的。还有的说，我有秘密大法，只要用手一摸你的头，就能让你开悟，或者是在无形当中不让你知道，就给你加持灌顶，让你身体透明，提高心性。告诉大家，这全是邪教的歪理邪说，不是佛法真理。智慧要靠自己去悟，不是别人能给开的。就像灯管内的钨丝要是断了，你外边怎么亮的灯往里照，这灯管都不会真正亮起来。你必须要把里边的钨丝接上，这个灯才真正的亮起来。佛都在经论中告诉弟子说，我不是用手除你们的罪，也不是用水洗掉你们的罪，也不能把我挣的功德分给你们一半，你们也拿不去。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所挣得的、所见到的以及我挣到的方法说给你们听。我做完了，你们要不要跟着做、跟着学、跟着修，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这叫说法圣地令解脱。你看，佛都不能给人消业消灾，不能帮人开悟，不能帮人送福，那谁要说他能给你消灾解惑，让你提高心性，让你开悟，那这个人是魔，是骗子。佛教认为，人的觉悟成就及造诣完全归功于人自己的努力和才智，不是任何人所能主宰。山有六楼慈祥，谆谆教导，要记心上，吉凶祸福自
自己承担。火坑地狱是自己闯，无人提拔你上天堂。佛度众生是方便讲，众生自度才是真章。佛若真能够帮得上，早把众生带入乐邦，何苦我们至今流浪，迷途难返，不能回乡。自觉心灯要自点亮，才有幸福在你身旁。有的人一打坐时间长，就能看到迷人的境界，听到美好的声音，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哎呦，我看见师父了，看见佛了，师父叫我怎么做就能成佛。于是他就神经兮兮的去杀人或自杀。告诉你，你看到什么都是假的。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只是你用功过程当中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扩大了，物质条件破除了，那只是一种物理现象而已。如果你要是贪着不舍，那你必然走火入魔。如果你晚上睡觉做梦捡了很多钱，发了大财，第二天早晨你还信以为真，到枕头底下拼命翻钱，那你这个人不神经病吗？告诉大家，想学佛就要以佛教的经典做指导，不要相信那些突然冒出来的什么大师古佛什么的了。您要是读不懂佛经啊，你可以向佛学院的法师们去请教，人家毕竟是以研究佛经为职业的人，他懂得教理，不能瞎说啊，他不会给你说错的。有的人说自己呀没吃素，不敢读经，听说荤口念经来生得吐血的果报。我告诉你，你那叫因噎废食，怕噎着你连饭都不敢吃了。见小不见大，如果你相信有来生的话，那么你学佛连经都不读，你不懂得教理，盲修瞎做，那你来生就不是吐血，而是直接下地狱。佛教提倡素食，主要是培养一种慈悲心呐，没有规定学佛非得吃素，念经非得断肉啊。您要是文化水平低，读不懂佛经，或者是你工作时间紧张，没有更多的时间读佛经，那我建议您读2本书。一本是明代高僧莲池大师著的《竹窗随笔》，由福建佛学院演莲法师翻译的，这本书非常好。还有一本是民国时代的大德高僧印光法师的文钞简编。如果您有幸捧读这2本书的话，您一定很有福报，不管你学不学佛，对您都大有好处。您更要看一看当代高僧净空老教授讲法的光碟。老教授的行为就像当年的释迦牟尼佛一样，几十年来他一直讲经说法，到处去教化众生，义务教学，不收学费。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真能放下身心小我，真能担得起天下众生。如今老教授虽已80旬高龄，但他为了世界的安定和平，为了众生的幸福快乐，仍然不疲不倦地到世界各地去弘法利生，极力倡导宇宙和谐、世界一家的理念。当我看到老教授讲法光碟的时候，我非常激动。老教授那慈祥温和的风度，浅白幽默的谈吐，让我十分敬服。我当时情不自禁地说出4句话，我说：上敬下空老教授，苦心一片架慈舟，广演妙法洗尘垢，恰似佛陀世间游。我相信您要听到老教授讲法光碟的时候，您也会非常的敬服。老教授的言教对我们的人生的确是大有帮助。另外，学佛者对佛教的戒律必须要正确理解。戒律是戒自私心的，它是为保护心灵而设定的，以静心第一，利他为上，它具有灵活性。纯粹的助人为善的行为都属于持戒的范畴。如果不能准确切实的
把握戒律的含义，那你就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圆融无碍地自利利他。佛门中有一则渡女过河的公案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说有一天，一个老和尚领着他的徒弟出门了，走到一条河边，见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运水过不了河，一看这师徒二人，小女子就向他们求救，说求师傅渡她过去。这小和尚一看，躲得远远的。老和尚二话没说，把这小女子抱过河去，放到对岸。这姑娘千恩万谢地离去了。小和尚心里不高兴，走了一会儿，他问他师傅：“师傅啊，咱们出家人不是不近女色吗？你刚才为什么还那样做？”老和尚看了他一眼：“哦，你是说刚才那个姑娘吗？我早都把她放下了，你为什么还抱着？”小和尚一听，恍然大悟，心说：“师傅渡女过河，心中坦坦然然，并没有抱持着女色，可是一直抱持女色的，不正是自己吗？”小和尚一时羞愧难当。不瞒大家，由于我大姐的上当受骗，我原本对佛教没有好印象。我不知道我大姐信邪了，我以为她信的就是佛教呢。我认为那都是古老的精神自卫法，神神秘秘，消极厌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六祖坛经》这部佛教的经典，我读完之后，竟被佛门高僧慧能大师那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所感动。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易经上最有意义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慧能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就萌生一个念头，要把慧能的生平事迹写出来讲给大家，让人们了解他顽强不息、不向困难低头的毅力和勇气。抱着这一目的，我走进了佛学院。当时啊，我竟被佛学院法师们那种慈悲善良、正直无私的形象所感染。我从他们的身上真正看到了一个学佛者的风范，使我对佛法产生了好感。通过法师们的讲解和我自己阅读佛教的典籍，我才知道佛教原来是一种正大光明的智慧教育。学佛不是对死亡的寄托，而是当下就让你活得自在和超越。佛教的修持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思想、见解和念头，让你做个正正当当、俯仰无愧的人呐。怪不得佛教没被人类的智慧唾弃，没被时间的浪涛冲失。朝代更迭不息，王室有兴有衰，而佛教却一直屹立不动。原来佛法对人文社会有百善而无一害，它教人如何净化心灵，怎样与宇宙和谐，怎样使社会变成净土。若能了解佛教的教义，必然明白学佛就是学做人，人格不成，佛道难成。不能爱国敬业，不能遵纪守法的人，就不配做佛的弟子啊。一个真正的学佛者，一定在自心当中默默地持守清净的意念，然后再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在家庭当中，他是一个能主动承担家务、与家人和睦共处的成员；在社会上，他一定是一个肯于奉献的优秀公民。只可惜，由于某些佛教的信仰者对佛教的根本宗旨不能准确的把握，舍本逐末，在落实佛法方面不够完善，修行欠佳，才使佛教招人误解，甚至给了邪教可乘之机，致使邪魔歪道打着佛教的旗号，危害社会，诓骗信众。这叫正气不彰，邪魔乱舞。如果学佛者都能准确把握佛教的根本教义，以身体力行的来发扬佛法的正义，那么歪理邪说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我的大姐和千千万万个受害者哪会死得那么冤？我因此常常痛惜，若是我能早日了解佛教的教理，我一定会把我的大姐
从邪教当中领到佛法中来，这是我今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了。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要把慧能的生平事迹讲给大家，让大家能从慧能的人生经历当中悟出佛法的真谛，有志学佛者别再出现我大姐那样的悲剧，能够真正获得佛法的利益。因为这一目的，才逼得我这个笨人非把诺言变成现实不可，丑媳妇儿非要见公婆。有感而发，我说了这么一大堆抒情之外的话，把慧能落到客栈，好几天不能回家了。我得马上送他回家，不然呢，非把他的老娘急坏了。单说慧能提着樵夫和扁担出的客栈，踏上归家的山路，一路上心潮起伏，感慨万端。慧能他不由得悲心交集，叹自己指望着有太愚痴，幸喜得今日闻经悟真谛，舍凡情皆束缚，当今有疑，我定要一心去求道德真理，开发出大智慧，正道菩提，真圣于铸就圣贤好节气，度众生济世事，一行取迷。慧能今日闻经悟道，心中甚是安然，他默默地下定了求法的决心。可家中却来了一位大媒人，有位富贵的长者非要选他为婿，不知慧能是否愿意。单说慧能闻经悟道10多年来的诸多困惑、疑虑、迷茫、偏见，犹如沸汤泼血，利剑消融，心中甚是安然。那个不知名的老者慷慨解囊，更让他十分感激。这10两银子到了此刻，那可是一个很厚重而及时的助援。慧能砍柴每天只能卖几个铜板，这10两银子相当于他好几年的卖柴收入。安道成可算是他有生以来邂逅相遇的第一位乐善好施者，更是他此生中第一位大施主。因此慧能心中久久忘怀不下。他回忆安道成之言，再看看周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进行着兴衰更替，无不存在着生住异灭。茫茫宇宙，谁主沉浮？谁能留住什么？谁又能得到什么？人多么的可怜，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来了又去了。真是日月两盏灯，人间一台戏，从朝眼之目，谁解其中意？想到此，不由坚定壮志悲心，要以毕生精力去修习无上，期得心灵上彻底的解脱，做一盏智慧明灯，光耀启人，才不枉此生。他一边想着，一边匆匆赶路，生怕老娘在家等他着急。咱不说慧能急于归家，
单说李氏夫人，见慧能已长成青年小伙子了，不仅为人厚道，天性聪颖，而且对自己孝道有加，心中十分的快慰。诸位，不知您发现没有，事实上若是细究，许多病都从心起，也从心灭。因为情绪是人们生命的指挥棒，情绪乐观可以战胜疾病。李氏夫人因为精神情绪乐观，这身体也自然硬朗了许多。再加上近年来她拜佛更加虔诚，信佛更加至坚，实觉得获益匪浅。今天她早早就做好了晚饭，等着慧能回来。她一次次的到门外张望，也不见慧能回来，却见本村的带头人物赵文志满面春风奔他家走来。这赵文志博古通今，颇通周易，他为人豪爽，每到闲暇之时都到外面给人披挂，帮人排忧解难。他深受村民们的拥戴，村民们都奉他为首，遇事愿听他指授。赵文志膝下一儿一女，儿子早已娶妻生子，女儿赵金花如今也到了18岁，该婚嫁了。李氏夫人一看赵文志奔他家来了，急忙收住脚步。哟，他大叔啊，你怎么这么得闲呢？快屋里请。老嫂子，那我就不客气了。能儿在家吗？嗨，没有，不知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真让人担心。哎，老嫂子，你不用担心，你的能儿善良敦厚，自有天助，他不会有事的。老嫂子，我今天来可是有件大事要跟你商量。李氏夫人一听，急忙把赵文志让到屋中，点上油灯。他大叔，有什么话你就跟老嫂子我说吧。嗨，老嫂子，说起来真是不好开口啊。赵文志未曾说话，满面发红，口尊声老嫂子，你要细听。老朽我今日来此事关中，特为我女儿婚事把门等，只因为你儿慧能人品正，他乃是世间少有智慧后生。老朽我早已经把他看中，怎奈是小女年幼，不能把婚成。现如今小女金花18岁整，你儿慧能她也到成家年龄，老朽我这才登门与你商定，想与你做亲家，不知中不中。李氏夫人一听，又惊又喜呀，她没想到赵文志竟会对他们贫寒之家的孤儿寡母如此的器重，愿把自己那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他家。他激动得浑身发抖。他大叔啊，多谢你对能儿的抬爱，先夫泉下有知，必然感激不尽。只是我们家境贫寒，恐怕委屈了令爱。哎，老嫂子，你说哪里话来？这穷富都不扎根呐，三穷三富过到老。实话告诉你，我不在乎你们家是穷是富，
我就相中你儿的人品了。他宅心仁厚，善良无比，将来必然有福气。老朽研究易经多年，对因果的道理略知一二。我坚信行善的人必然有福，作恶的人必然遭殃。所以我想效法古人，学学孔圣人的外公外婆严氏的嫁女方法。这严氏人家很有远见，他们嫁女儿不看人家是穷是富，专看人家祖上是否代代积德行善，未来的女婿人品如何。他们认为只要祖上积有大德，他的子孙必然出人头地，子孙里一定有发达的。所以他们才把女儿嫁给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果然他女儿生下孔子这样的大圣人。老朽读书颇多，对富贵的看法也跟别人不一样。就说那战国时代有位品学俱佳的贤士颜卓，齐宣王很想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治理国事，并以极大的功名富贵诱惑他，封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位，出入乘车，日食酒肉，每天还有许多的金银财宝给他。而颜卓却说：我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老嫂子，您听听，颜卓这话他说的再好不过了。有人说知足是富贵，贪心是贫穷。要我说呀，人无罪过才是真正的富贵。这积善成名，积恶灭身，因果报应如影随形。你儿仁慈忠厚，行事稳重，孝道有加，他日必获厚福。这个女婿老朽是非选不可。这赵文志啊，挺有慧眼，挺会看，这说明他对易经非常精通。易经上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善之人才有后福，前途才光明。春秋时代有许多高级官吏，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就能推断他的吉凶祸福，而且推断的非常准确。这在《左传》《国策》这些书中都有记载。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吉凶征兆都是发自于人的内心，而表现于他的外表。凡是相貌仁慈忠厚、行事稳重、心地善良之人，大多都能获得福分。相反的，如果看到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善的，就可以推断他将来必有祸患。现在我就把相面先生的祖传秘本告诉大家，他们绝招啊就仨：一观面相，二观气色，三观举止。面相好，说明你往昔多有善根；气色好，说明你精神情绪不错；举止好呢，说明你这人修养德行好。相面先生就告诉你了，说你呀，将来是有大福之人，你马上要转运了，你将来一定有福气。如果说看到一个人的面相好，气色好，可他的举止言谈不好，他德行差，相面先生就跟他说了，你呀现在还可以，可是你将来要谨慎，要注意，不然你要遭灾呀。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没德呀，没德不应该有福啊。所以古人常常运用易经来作为积善理论的依据，认为一个人要是行善积德，将来一定有美好的前程。所以古人的婚姻观念跟现在人的婚姻观念也不一样。古人的婚嫁非常注重人品德行，而现在的人呢，只注重金钱地位呀。所以现在离婚率它高了起来啊，有钱就结婚，管他爱不爱，昨天刚登记，今天就拜拜。法院挤破门，离婚像比赛，要不就同居，随时把他踹。这赵文志非常欣赏慧能的人品，亲自登门来求婚，
老嫂子，给句痛快话，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呀？愿意，愿意，我哪能不愿意呢？好，那你让能儿准备准备，等我选完黄道吉日，马上给他们完婚。我女儿的嫁妆和一切过家所需都由我来陪送，我告辞了。李氏夫人送走了赵文志，回到屋中喜不自禁。您要知道，那赵金花不光家庭好，人品好，长得更是美天仙呐。过去人们都把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推为最漂亮的女人，其实她们都有美中不足啊。不信您听听关于她们的传说，您就知道了。说春秋时期，越国美女西施受越王勾践之命，前去赐奉吴王夫差。在进宫前有一天，她到河边去浣纱，她那窈窕俏丽的身影惊呆了游鱼，致使游鱼忘记游动，沉入水底。实际上谁都能沉鱼，因为那鱼它特怕人，看谁都往水里沉。西汉时的王昭君受命合婚匈奴，在出塞的路上，她触景生情，弹起了古琴。那如泣如诉的琴声，使飞燕听后忘记展翅飞翔，从高空中跌落到地上，故而人称落雁。这只能说明王昭君琴艺精湛，射燕不用箭，不能说明她是如何的美貌。闭月是指三国时期的貂蝉来说的。有一天，貂蝉在后花园拜月，忽然一片云彩遮住明月，恰好被他的义父王允看见了。王允高兴地向外人夸耀，说我的女儿长得比月亮还美，连月亮见到她都羞得躲进了云彩里。实际上那是一种很正常的天气现象，赶巧了，一阵风吹动浮云，遮住明月，只过王允想借题大做文章而已呀。羞花之说更是荒唐之极。说唐朝贵妃杨玉环有一天在御花园赏花，拂袖之间触及含羞草，使含羞草立刻卷了叶。宫女们不知含羞草的属性，误认为是杨贵妃的天然姿容羞煞了花草，于是就传开了，人们就称杨贵妃为羞花。实际上不光杨贵妃能羞花，连猪八戒都能羞花。你想啊，因为那含羞草它特怕碰，谁碰它都卷叶，要不怎么叫含羞草呢？杨贵妃当时碰到的不是含羞草，而是仙人掌的话，那就不是她羞花，而是花羞她了。当然了，她们确实比同一时代的女人美貌，但她们都有些美中不足。西施脚大，杨贵妃叶秀，貂蝉轻浮，王昭君命太苦。你想啊，身边那么多好小伙，他无权嫁，非得受命千辛万苦去合婚匈奴，找一个跟自己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一样的陌生男人，那多苦啊！不过王昭君业绩突出，因为他合婚匈奴，致使汉朝跟匈奴相处半个世纪没有大的战争。这叫天生娇女必有用，红颜野敌百万兵啊！所以我认为她们的美貌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跟赵金花相比都有些美中不足。赵金花家庭最富有，美貌绝伦，品行兼优，百里挑一堪称魁首，多少子弟把她追求。赵文志家女真情牢，李氏夫人乐昏了头。忽然之间眉头有皱，一丝寒意袭上心头。
我将能儿婚姻许就，不知能儿他有不有？李氏夫人高兴之际，突然眉头上锁，想起了老和尚的预言。能儿若真是与佛有缘之人，那这个婚姻该如何是好？话说慧眼识人的赵文志非要选慧能为婿，他那心诚意恳的话语使李氏夫人感激不已。要知道赵金花的人品长相非常出众，描龙绣凤，手巧心灵，多少有钱人家的阔公子都纷纷登门求亲，被赵文志给拒绝了。那些阔公子们求亲不成，急得抓耳挠腮，常常作诗表心怀，说天下女人多，如此美色寡，谁能娶着她，胜似招驸马。你想啊，这么好条件的姑娘，那谁家娶着能不乐懵了啊？所以这李氏夫人乐的简直都找不着北了。想想儿子将要成家立室，娶的一个令他十分满意的好姑娘，不仅自己心愿可了，也不负丈夫当年之托，更对得起卢氏门中列祖列宗。想着想着，忽然眉头上锁，想起了丈夫当年向她吐露慧能名字的来历和老僧的预言。她回忆儿子打小的时候就躲着蚂蚁走路，挨连马蜂，舍身救老乞丐等种种的情形。她觉得儿子的确不一般，尤其他的见解和悟性更令李氏夫人吃惊。李氏心想，能儿若真是与佛有缘之人，那这个婚姻该如何是好？他正猜疑不定之际，慧能打门外走了进来。娘，我回来了，你等着急了吧？哎呀，能儿，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不饿透了？快坐下，娘给你端饭去。娘，你歇着，我自己来。哎，你都累一天了，娘什么也没干，歇什么？你快坐下，娘给你端去。李氏夫人说完，走进厨房，端来饭菜放到桌上，母子俩同桌共餐。吃完了饭，李氏夫人想给慧能一个惊喜，就把赵文志来他们家的事儿说了出来。能儿啊，娘今天特别的高兴，有一个天大的喜事降临到咱们家了。你赵大叔刚刚来过，要把他女儿金花许配给你。你可要知道，那金花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多少有钱人家的阔公子都没有求成这亲呢。没想到你赵大叔却相中你了，这不是能儿你善有善报，就是咱们卢家祖上积了大德了。你赵大叔说，等他选好了黄道吉日，就给你们完婚，一切过家所需都由你赵大叔家陪送。娘这一高兴啊，就把这门婚事给应了。能儿啊，你明天别去砍柴了，帮妈收拾收拾屋子，你自己也准备准备。等你结了婚，娘啊，所有的心愿都了了，再也没有任何牵挂了。慧能一听，心里一愣，娘，孩儿多谢你的疼爱，更感激赵大叔对我的抬爱。赵金花的确是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可孩儿为帮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只好舍掉私情，完成大爱。我要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寻求人生的最高准则。所以这门婚事孩儿不能应允，还望母亲原谅。诸位，说到这里我好感动，人最爱的是自己呀。那照片上没有自己，你看吗？大多数的夫妻都有夫妻相，
两个人长得很像，因为对方像自己呀，不然他怎么会爱？再一个就是对方可以弥补自己的缺点，个子矮想找个个子高的，眼睛小想找个眼睛大的，皮肤黑找个皮肤白的。事实上，人是以爱自己为动力去选择对方啊，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要不咋说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呢？是这个我呀。把我字拆开，左边是手，右边是戈，手里拿着一把戈就是我。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总是拿着一把戈刺来刺去，在刺伤他人的同时，也就刺伤了自己。正所谓害人终害己，益人益自己。所以佛教让人破我执，打破对自我的执迷。纵观历史，横看世界，能载入史册百世流芳者，无不对人类有所奉献，把人类幸福放在自己幸福之上，把民族命运放在自己命运之上，把国家事业放在自己事业之上，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范仲淹之所以为名臣，因为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岳飞之所以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有还我河山的壮志。孙中山之所以称为国父，因为他有天下为公的宏图大略。白求恩之所以值得学习，是因为他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们虽然没有证到佛教的无我境界，只是一种忘我的精神，但也难能可贵，值得世人共赞。像慧能为证悟真理，帮助一切众生得到心灵的解脱，他居然能除却自己的私爱，完成利他大爱，实在太了不起了。他心系无边众生，这种爱才真正是高尚伟大。他对母亲说出了他今天闻经悟道、老翁赠银等奇语，李氏夫人一听，心头一震。他没想到儿子竟有这么好的学佛因缘。他望着这个不同寻常的儿子，想起了一幕幕的往事，他想起了老僧的预言，想起了儿子的种种善举，想起丈夫贬官丧亲的惨痛，想起自己寡居凄凉、养子艰辛的情景，不禁慨叹，真是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历史他眼望慧能，感慨万端。忽然间老僧语言响在耳边，喜之喜，能儿从养，心行善。经之经他闻经悟道，结其缘。谈之谈，因缘成熟，不可扭转。行之行他，壮志悲心，似刚健。思之思，无常迅速，轮回路线。想之想，荣生衰死，自古皆然。缘之缘他，造物真理，愿往实现。做一盏智慧明灯，光照大千。
这些年来，李氏诵经礼佛，多少也有了一定的体会，觉得世间的一切事物，无论当初如何兴盛，到头来都要归于寂灭。自己的执着不是太愚痴吗？生命无常，慧命永久。儿子志心向佛，一心要以道德学问充实庄严自身，也不是坏事。倘若他日后真能修成正果，倒是一件幸事。何况他心意已决，正应了老僧的预言。今天又有那客人的慷慨惠赠，这诸般因缘的巧合，难道不是天意吗？想到此，他一声长叹：唉，能儿，娘知道你早晚会走这条路，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能儿，你本是与佛有缘之人，在你降生的第2天早上，就有2个不知名的高僧登门奉会，送给你这上慧下能的名字，说你与佛有缘，将来能弘扬佛法，化度一方。娘怕你分心，没有早告诉你。现在你既然决定了自己要走的路，娘也不拦阻于你，但你要自图鹏程，好好求学经世。慧能一听，感激不已。娘，圣人云，父母在，不远游。孩儿虽然求法心切，也不忍心抛娘亲于不顾啊。能儿，为人子者，自当竭尽孝道，但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学那雏鸡之恋，依依于腋下？好男儿志在四方。娘虽然老了，但这些年来，娘拜佛虔诚，信佛至坚，佛菩萨加持，娘身体硬朗，生活还能自理，何况还有左邻右舍们的关照。娘深感佛菩萨的恩德，你去求法学佛，娘心中万分的欢喜。天雨无私，不润枯草，要有善根才能得闻佛法。佛法是治心病的良药，它能帮人化解心中的烦恼，净洁日下的世风。学佛更是一种高尚行为，君子要学佛，能众善奉行；小人要学佛，也能助恶莫作。男儿，你既然要求法学佛，就应以天下苍生为念，要有一颗济世救人之心，不要把为娘一个人挂在心上。你如能勤修不懈，早日成就法器，自利利他，才是根本的大孝。否则你就是终生守在我的身边，娘也不安心，更无颜去见你父于地下。听听李氏这番话，跟他刚刚生下慧能的时候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呐。那个时候他只希望儿子据为己有，为他养老送终，延续香烟，而今却毅然让儿子献身佛教事业，自利利他，度化众生，境界比24年前高多了。这也是他多年修行出来的精神境界。为成就儿子的大愿，续佛慧命，弘法立生，他把唯一的儿子都舍出去了，这是很难做到的大布施啊！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难怪说天下最高尚、最无私的情感就是母爱。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博大无私的爱，真让人感动。慧能闻听，感激不已，他泪流满面，匍匐于地。娘，孩儿绝不辜负您的教诲，一定精进勤修，尽我的一生去修习佛法，并让您听闻佛法。不仅仅是您一个人，我要让天下更多的母亲都能听闻佛法，脱离3途8难之苦，以此报答慈母深恩。好孩子，快起来！
李氏夫人扶起慧能，心中十分快慰。她似乎从儿子的身上看到了希望，母子俩一直唠到深夜才安歇。他们母子俩高兴，赵文志一家更高兴，尤其是那赵金花，明着不敢太高兴，暗中却欢喜不尽。赵金花不要笑声出，只觉得心里热乎乎。常言说鱼儿靠水，鸟靠树木，虎靠山，蛇靠洞，龙靠江海湖。女孩在家靠父母，长大出阁要靠丈夫。男婚女嫁冠金谷，人人都得结花烛。慧能他聪明勤劳，志诚孝母，善良忠厚，品貌突出。喜的是我能靠他当支柱，今生今世一愿足。从此后比双飞常为伍，花开连理并蒂珠。这姑娘满园春色关不住，高兴得翻来覆去睡一午。这赵金花乐得一宿没睡觉，他哪知啊，他这叫剃头挑子一头热。他正高兴呢，李氏夫人前来送信儿，把慧能闻经悟道要去黄梅东山求法学佛之事向赵文志说了出来。赵文志啊，一听非常的惋惜，人家慧能有出家之志，自己不便嫁女儿，心的话，嗨，老朽真是没福啊，这么好的小伙子愣做不了我的女婿，我女儿也没福，做不了他的媳妇儿。赵文志惋惜的不得了，同时他对慧能是更加的敬重。为表示他对慧能的敬重之情，他决定让女儿赵金花拜李氏夫人为义母，多多陪伴照顾李氏夫人，让慧能求法学佛能没有牵挂，早日成就大道。这老头真是一个明白因果的聪明人呐。慧能对赵文志此举非常的感动，他一连忙碌几天，给母亲购买一切生活必需品。购买齐全之后，他又托请好心的邻居们帮助赵金花来照看自己的老母，左邻右舍热情应允，答应一定替他好好照顾老母。慧能这才放下心来，只带些散碎的银两做盘缠，把剩余的大部分银两都留给母亲，以备他日之需。他安排好家事，便辞别邻舍，拜辞老母，大步踏上了奇伟高远不平坦的成佛之路。话说慧能辞母离家，大步踏上了奇伟高远不平坦的成佛之路。仕途不平，沉浮险没，只有靠他自己去奋翅拼搏。事虽难，做则必成；路虽远，行则必至。收获必先耕耘，成功需靠努力。他翻山越岭，涉溪过涧，寻路问津，真是道不尽艰难险阻，说不完千辛万苦，披星戴月走了1个多月，才来到了湖北齐州。黄梅县是属于齐州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县，离齐州不算太远。慧能来到齐州之时，已是夕阳西下。
这1个多月来，他饱尝了旅途的艰辛，特别的疲劳，决定今晚上在此歇息一夜，明天再赶路去黄梅东山拜见五祖。他打定主意，顺着大街往前走。见这齐州城的大街上十分繁华，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何为三教九流？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三教的区分，佛教主张戒杀盗淫王酒，摆脱生老病死之大苦患；儒教主张仁义礼智信，以上扬世风；道教借金木水火土5行，加以不杀不盗不淫等戒律来修心兼修身，求取长生不老。九流指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阴阳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纵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九流就是九派学说。三教九流总的说法是三教一体，九流一元，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慧能一看这齐州城的大街上繁华热闹，乱乱哄哄，令人眼花缭乱。慧能他举目一看，好稀罕，大街上繁华热闹不一般，士农工商人不断，车水马龙来往穿，生意店铺排成串，5行8作样样全，生药店相对熟药店，当铺紧挨顾一摊，茶馆里水壶宝鼎吱吱响，酒馆里这吆三喝四乱画拳，木匠举斧奔又砍，铁匠抡锤掌大钱，卖艺之人耍刀剑，算命的先生摆卦摊，俩老汉下棋面对面，小孩踢毽腿脚欢，还有那光棍无赖流浪汉，掷骰子抹牌卖水烟，真个是三教九流样样要好，花花世界景万千。慧能他边走边观看，来到了十字路口饭馆前，有一个堂倌招客，门前站，双手叉腰喊得欢。慧能来到十字大街，见路旁一家大客栈的门前站着个小堂倌，双手叉腰，冲着大街上高声叫喊，招揽着顾客。哎，南来的北往的，做官的为宦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带剑的，卖煤的卖炭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线的，都来住店吃饭呐。店房宽敞，干净利亮，高床低铺，睡着舒服，享喂牲口甘草豌豆，吃饭方便，味美价廉，肉肥酒香，鸡鸭鱼汤，蒸馍面条，葱酒蒜姜，吃不吃您来看看吧。嘿，这堂倌喊的是入耳动听，真有吸引力呀。他这一腔刚落音，这同行们也不示弱。十字街口的酒馆、饭馆、羊肉馆、馄饨馆、果子铺、元宵店，卖零吃的小摊贩，包子锅、油馍案、五香烧麦、咸鸡蛋，四面八方一大片，喊声不绝，连成串。别说慧能，把我都喊懵了。这堂倌喊着喊着，一眼看见慧能了。他见慧能穿着土气，左顾右盼，知道他是外地来的山乡人。这堂倌挺会看，上前一把拉住慧能的衣襟，他就忽悠上了。哟，客爷您来了，快快快，屋里请。我们这酒菜那全属一流，说实在的，这酒菜别说您见，恐怕连听都没听说过。
先说咱这酒，有玫瑰红、状元红、葡萄干、香芙蓉、大曲、小曲、二锅头、枣木、汉子、老虎油、橘子露、梅花露，这又治咳嗽又治吐。五粮液、老佛手，又治感冒又治呕。纯红粮、老白干、烧黄二酒、现开坛。再说咱这菜呀，有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马肉、驴肉、骆驼肉、猪肚、羊肝、牛蹄筋儿，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科蹦的、水里浮的，各样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一概俱全。您要是吃喝一回，管饱3天不渴，5天不饿，这辈子也没白活。快，屋里请。这堂官是真能忽悠啊！您听他这一忽悠啊，他这酒店简直是吃尽了陆海空3军。多亏那年代人们环保意识差，要是高到现在，他把这珍稀的野生动物都搬到桌上当美餐，站在大街叫卖，那准备公安机关把他拘留不可呀。堂官一边说着，一边使劲的往屋里拉慧能。慧能此时早已饥肠辘辘，堂官又这么热情的往屋里拽他，也没多想，随着堂官就进来了。来到这屋中一看，嚯，这阔气！宽敞货亮，四壁粉刷一新，洁白如雪。一排排桌椅整整齐齐，一伙伙食客推杯换盏，也有的是单人一桌，狼吞虎咽。每张桌上摆的都是肉山酒海。慧能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过这么阔气的吃喝排场。因为他自己所带的川资不多，尽管一路上省吃俭用，但到了此时也是所剩无几，囊中只有10来个铜板了。慧能猜想这里的价码一定很贵，他这一问价，果然不出所料，这里最低等的一桌也要1两银子。慧能一看自己不能在这儿吃饭，当即向堂官告辞啊，小哥，我要告辞了。堂官一看，哎，客官，您千万别走。教客官要听言，小得有话你记心间，在家可以随便借鉴，出门在外可别伤钱，亏待自己可不合算，人生在世才多少年，别让这长